备婚期间，我花了100块钱给2只猫定制了动漫立牌。男友得知消息后说：“你也太败家了吧！”我一头雾水，10万的婚纱他眼睛眨都不眨就刷我卡付款了，100块钱的立牌骂我败家，于是我干脆利落的逃婚走人了。后来听说他想尽一切办法求我复合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等了1周，画师终于把婚纱照的立牌草图发给了我。本来只是和他约了我和未婚夫陆然的婚纱照动漫风立牌的，但是后面他看到我头像的2只猫，就说了一嘴加宠物进去的话，可以给我优惠，再补100的差价就好了。我想了想，100块钱又不贵，于是爽快下了订单。没等多久，照片很快就到了，我开开心心地发了朋友圈，想着过几天的见家长宴席该安排在哪里。朋友圈发了没几分钟，陆然发了个视频过来，我点开一看，是我2只猫的照片，不过是用 AI 生成的，丑不拉几，看着像，其实手臂的花纹、额头的花纹都错了。他还颇有些得意，我10秒就画出来了。我皱了皱眉，他没事吧？ AI 生成的图有什么好得意的？况且跟我的猫一点都不像。他这样扫我的星，还指望我夸他不成？见我没回复，他撤回了，又发，生气了。其实我只是觉得100块钱真的有点不值。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现在什么情况，备婚到现在已经花了30多万了，实在没必要花这个钱。我妈连肯德基都没有吃过，你家要300万的房子，我们家二话不说就给了。我纳闷，他母亲肯德基都没吃过是我的错吗？300万的房子不是我的名字，我只要求能让我入住就好。我的要求很过分吗？如果过分的话，为什么当初不说，现在才来说这些？更何况备婚花的30万，有1半以上都是我给的，他只是给了10万块钱的礼金。但我有家教，再难听的话我也没有说出口，这些话打了又删掉，只回了句：我买东西就是为了开心，你受不了这个婚可以不结。陆然却打电话过来：你生气了？他叹了口气：大小姐，我工作已经很累了，能不能翻篇了？算我说错了行吗？我跟你道歉，行吗？请柬都发出去了，你这样让我怎么做人？领导同事都会来，这时候说不结，你是想让我去死吗？我攥紧手机，那头的陆然让我觉得陌生，他以前并不是这样的。去爬泰山，我喊脚疼，他二话不说就背我下山，尽管第2天他直接起不来床。吃饭我不吃玉米皮，他一粒粒的十分有耐心的帮我剥皮。他出差，我做了噩梦给他留言，他第2天清晨就敲开了我家的门。我爸妈从小把我捧在手心里养，没有对我说过一句重话。我一时之间竟然不知道怎么回答陆然，眼泪簌簌地掉下来。陆然，你变了，为了100块钱你把我说成这样。那边有些激动，你知道100块钱是那些贫困地区的人1个月的生活费吗？你不食肉糜也要有个度啊！我劝你把钱花在刀刃上，我错了吗？2个人在一起就是要一起变好啊！你花钱大手大脚，那我们以后的家我怎么放心交给你？难道我们的孩子以后你要这样教他吗？我妈到时候来看到你这样，肯定会说你。没等他说完，我心里咯噔一下，直接打断了他。什么意思？你不是说我们2年后再考虑生孩子的事情吗？不是说我们的家就只是我们俩住吗？陆然意识到说错了什么，含糊着解释：孩子总是要生的，早点生你也早恢复好不是吗？他还在说些什么？
可我已经没办法思考了。后知后觉的冷汗让我在炎炎夏日觉得一阵心悸。原来他之前答应我的都只是缓兵之计。我猛地回过神，擦掉满脸的眼泪。我不结了，陆然，我们分手。挂断电话后，我大哭了一场，把婚宴、后续的蜜月旅行、几天后的领证全部取消了，然后定了回家的程轨。坐车期间，陆然来了好几次电话，我都没接，直接拉黑了他。刚一踏进家门，端着咖啡杯的我妈立刻察觉出我情绪不对，了解了事情的始末后，她叹了口气：“哎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城西那套房子刚装修好，妈妈还打算领证当天送给你们当新婚礼物。我有些意外，她之前没有告诉我。”而后吸了吸鼻子，给我自己住也好的。我妈哭笑不得：“3层别墅呢，你一个人住得下？”我嘴硬道：“咋的？黑黑和小多1层，我的书1层，我自己1层，不行吗？”我妈无奈：“行行行。对了，你回来了，黑黑和小多咋办呀？”我掏出手机，喊了朋友1天上去看1次呢。我妈已经听不进去我的话。隔着监控和2只猫互动呢，那声音家的呀。被他这一打岔，我倒是没那么难过了。但没想到第3天，我朋友上门喂猫，急急忙忙地打电话给我说猫不见了。我顿时慌了，查了监控才知道2只猫都被陆然带走了。我立刻订了车票回去苏城，路上给陆然打了好几个电话，他都没接。却发来信息：“后悔了，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。”我没空跟他打嘴炮，手指飞快敲打着手机屏幕，把我的猫还给我。陆然不再回复。我下了高铁，直奔陆然家里，却没想密码不对，进不去。咔嚓一声，门从里面打开，一个出乎意料的人对上了我疑惑的视线，是陆然的实习生曾安。他笑眯眯地抬手准备打招呼，我直接推开他，一个箭步冲进房间。我的猫呢？他把我猫放去哪里了？曾安还笑嘻嘻的，丝毫不把我的愤怒放在眼里。猫而已，你也太没礼貌了。他没说猫在哪，但我还是看到了阳台角落里有一个狭窄逼仄的猫笼。我的2只小宝就这样瑟缩在角落里。飞机耳，胡须吓得一抖一抖，笼子里有一股尿骚味。钥匙呢？我扭头冲曾安吼，曾安啧了一声，朝我翻了个白眼，把猫当成主子，都不知道对自己爸妈有没有这么孝顺。我气得发抖，想直接把笼子搬走，却不够力气。曾安没有把钥匙给我，反而录起了视频，发给陆然。语音里陆然不咸不淡的声音传来：“别给他，我就快到了。”曾安得了命令，更加不饶人，直接堵住门。听到没有？我不会把钥匙给你的。2只猫显然已经进入应激状态了，严重的话是会死的。我甚至想找工具把猫笼砸开，却怕吓到它们。我知道陆然把2只猫带过来是想拿捏我，但我不能不来。父母都不在这里，现在能在这里给我撑腰的人一个都没有。我从来没有像这样这么讨厌曾经恋爱脑的自己。为了一个陆然，不顾一切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。曾安还在一旁喋喋不休：“陆组长那么好，对你那么好，你为了2只猫就离家出走。我最看不惯你这种人，养着这种没有用还白吃白喝的东西。众生平等，猫粮也是小鸡被杀死做的，凭什么他什么都没干就当祖宗？”我努力忽视他的偏激言行，绞尽脑汁想着今天要怎么离开这里。报警不一定管用，朋友父母鞭长莫及。灵光一闪，我点开很久没上线的游戏，坐标苏城月辉小区，需要几个会吵架的姐妹兄弟，1人1000块，
吵赢还能加钱，没有上限。不放心的话可以走平台。一开始他们都以为是诈骗，我内心着急，却不知道怎么证明自己。庆幸的是，还是有人相信我的话。最先联系我的是我曾经游戏里的 CP。慢着，和陆然确定关系后，我就和他解除了 CP 关系。没想到这么久了，他还在玩这个游戏。月辉小区哪里？我5分钟内到。别急，别怕。第二个联系我的也是曾经队里的奶妈，穿洛丽塔赛高。我记得她是个高中生，现在应该上大学了。姐姐，你终于上线了，不怕。月辉小区离我不到300米，看我不喷死他们。我还带上我哥，1.83米的大胖子，妥妥的。第三个联系我的是老阿姨苏苏苏，她是为了和儿子有话聊才来玩这个游戏的，但是操作慢，经常被队友嫌弃。我带过她几次游戏，没想到她竟然在线。妹妹，老姐姐正好来苏城玩呢，刚下飞机这就来。从我前婆婆那学的脏话，正愁没地发挥呢。你等我哈。曾安看我不说话，以为我认同他说的，话题一转，我看你呀，就跟陆组长认个错。你有这么好的男朋友，还有什么不知足的？而且我记得组长还有鼻炎，你最好还是把这2个畜生扔了，不然他的鼻炎会加重的。我一边隔着笼子抚摸2只猫，轻声安慰，一边打字跟他们3个人简单说明了一下情况。曾安被无视，气炸了，伸手要来推我，恰巧陆然回来了。曾安讪讪地缩回手，我克制住情绪。钥匙。陆然慢条斯理地与我在阳台对视。我先向你道歉，你把我拉黑，我找不到人，才出此下策。分手是你单方面提的，我不同意，你必须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们好好谈谈。说真的，他会以退为进说这些话，我不是没有想到，但更让我意外的是，闹成这样，他还以为我可以当作什么都没发生过。我不与他辩驳，只一个劲重复。要迟。陆然皱眉，妥协般，你必须先答应我。没等我回复，门砰砰地被敲响。曾安去开了门，只开了个缝隙，就被4个衣着各异的人闯了进来。你们谁呀？有病是吧？私闯民宅犯法的。我没见过他们几个人，但是一下子就认了出来。被曾安谩骂，被陆然逼迫的时候，眼泪没有出来，此刻却瞬间红了眼眶。冲在最前面一个箭步挡在我面前的人高马大宽肩窄腰的，大概是慢着，穿洛丽塔赛高，真的就是一位洛丽塔萌妹。她扶着我站起来，她身边大约是她口中的1.8米胖子哥哥，笑容可掬的随手拎起阳台的扫把。老阿姨苏苏苏一身职业套装，率先骂出口，你就是那个陆然是吧？你在这装什么犊子？你算我妹子的老几啊？人都跟你说分手了，你丫的怎么这么给脸不要脸呢？陆然自诩斯文，哪里见过这种架势，节节败退，不把你当人，你就真的不做人是吧？你怎么长得跟2维码似的？不扫一下都不知道你是个什么东西。现在垃圾都知道分类了，你自觉点，去你该去的垃圾桶。陆然被骂懵了，曾安却嚷起来，你！苏怡调转矛头，火力全开。还有你这嘴淹了几年啊？这么入味，敦煌来的吗？我告诉你啊，一般不惹事，惹事就是新闻。就这点能耐，还跟我呜呜喳喳的，这么怎么干？蹦跶不说话了。苏怡一连10几句不带停的，跟打电报似的，我都看呆了。慢着，低声对我说，出来得及，只带了个这个。他掏出了一把大剪子，咔嚓一声，猫笼的锁就应声掉落。洛丽塔萌妹又像变戏法一样，从袖口里掏出一个编织袋，用这个装，是急从权。
也只能这样了。不料嘿嘿从猫笼里出来，就一直干呕，疯狂地打喷嚏，我快急疯了。宝宝，你怎么了，宝贝？苏怡瞥到曾安后退了几步，脸上满是心虚，一把薅住他的头发，往哪跑？做贼心虚。在他们几个的逼问下，曾安坦白说，嘿嘿刚刚吞了一根针，血迅速往头顶冲。我浑身颤抖，嘴唇哆嗦，原来人气到极点是说不出话的。慢着，接住我站不住的身形，先去医院。我去开车，最近的宠物医院离这里不远。别怕，我颤抖着点头。一行人带着我离开，曾安躲在陆然后面。陆然在这时候却呵斥了他：“你过分了！”一句话不痛不痒，如同打到棉花上。曾安脖子上一闪而过的熟悉祖母绿项链，让我心如死灰。抢救室外等了半个小时后，医生说针已经取出来了，猫没事，住院观察几天就可以了。我如释重负，全身的力气泄去。曾安小声的嘀咕：“真是世风日下。”一只猫看得比后面的他没说出口，因为洛丽塔萌妹冲出去抽了他一巴掌，巴掌声清脆响亮，他的脸立刻红肿了起来。曾安尖叫大吼道：“你有病啊！关你屁事啊！”我拨开洛丽塔萌妹，用尽吃奶的力气也甩了他一巴掌，还想再打的时候，被陆然挡住了。够了，一只猫而已，他都道歉了，你还想怎样？而且猫也没事，你别的理不饶人。1.8米胖哥瓮声瓮气的出声：“话不是这么说的呀，本来我们好吃好喝的养着，能活到18岁的这猫，现在被你这么一害，却只能活到15岁了，这哪能一样啊？”陆然嗤笑：“猫又不是你们的，你们在这急赤白脸的干嘛？”他将目光投向我：“阮元，你说话呀！你要为了一只猫和我闹掰吗？任性也要有个度。”我睁大眼睛，重新认真打量陆然。如果不是因为那100块钱猫的画像，我不知道原来陆然对我有这么多的不满。我忽然变得无比冷静，一字一句道：“陆然，我一定会追究他到底。我要让他在苏城找不到任何一份工作，彻底混不下去。”最终，陆然被工作电话叫走，走的时候顺便拉走了嚷嚷着要来挠花我的脸的曾安。嘿嘿，转危为安。我整理好心情，掏出手机想给大家转账。1.8米胖哥笑呵呵地摆了摆手：“给我妹就好，队友喊我开黑，先走了。”洛丽塔萌妹嘟着嘴挽着我：“姐姐，你要是这么见外，我就生气了呀。当初你在国外留学，给我带的谷子可是1分钱都没收我的。”苏怡轻挽了下头发，丝毫不见刚刚骂人的飒爽，反而有几分羞赧。“嗨，都是跟我前婆婆学的，要不是你鼓励我保留证据，勇敢争取1半的财产，我现在还是个家庭主妇呢。”慢着，却掏出手机，嘴角轻扬：“加个联系方式吧。”实现。苏怡还有工作，也先离开了，大家都不愿意收钱，于是我只能提议一起去附近的咖啡厅就餐。洛丽塔萌妹失礼，担忧地看着我：“要是他们还来，姐姐你怎么办呀？”实现一直在做流浪猫狗的救助，很有经验，告的话胜算不大。群有的狗被投毒，到现在严审了5次，判决都下不来。我们没有动保法，你很难赢。我点点头，我知道，所以我要告他盗窃财物。他俩惊讶地同时抬头看我。半个月前，我发现一条祖母绿的项链不见了，当时还跟陆然抱怨了一句。现在想想，他虽然神色自若，语气却有点不自在。会不会是被猫叼去哪里了？我每次戴那条项链的时候，在脖子里晃悠晃悠的样子很像逗猫棒，所以2只猫，特别是嘿嘿，
都很喜欢去抓，我也宠到没边，就经常拿它来逗猫。可我刚刚却在曾安的脖子上看到了他陆然嘴里的被猫叼走，原来真的是被野猫叼走。他的心理活动不难猜出，可能以为我拿它来逗猫，觉得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吧，甚至还瞒着我偷偷摸摸拿走，借花献佛送给了曾安。殊不知它的价值高达6位数。诗离摸着胸膛感叹：姐姐，你是真豪啊！6位数的祖母绿拿来逗猫，我有些不好意思。时限却淡淡的：凡事遵从本心，开心最重要。我看了他一眼，颇感意外。嘿嘿，出院后，我马不停蹄地联系搬家公司，第2天就搬回了林氏，住进我妈给我装修好的3层别墅后，嘿嘿和小多的应激渐渐好了起来。院子里有树有花有小鸟，高高耸起的围墙没有挡住阳光，却稳稳地给我挡住了带着一身怒火的陆然。阮元，你给我出来！法律传票迎面砸来，我一个闪身躲开。陆然怒不可遏，他只是一个实习生，你还要向他索赔10万？1只猫而已，你疯了吗？而且那只猫是我买的，你有什么资格向他索赔？他这么一说，我也确实想起来了，嘿嘿，是他买的后院猫，用来讨好我。我当初之所以没决定养猫，是因为没有下定决心，那是生命，不是养花种草。既然养了，就要对它的一生负责到底。弃养是要遭报应的，时间早晚问题而已。他自作主张给我买了猫，还是无良商家的后院猫，我无可奈何，但终于下定决心好好养着嘿嘿。后来又捡了小多。5个月前，阿姨来给我做饭时，临时出了个门，厨房里煲的汤一出来，浇灭了煤气。要不是2只猫拼命把我舔醒，我早就死了。那时候陆然说什么来着？嘿嘿，是我买的，4舍5入就是我救了你，养了这么久，总算有点用。我听得很是不舒服，但是又说不出所以然。现在想想，陆然其实就是这样的人，高高在上，蔑视一切，包括我。说话，陆然得不到回答，差点要冲进来指着我鼻子谩骂。看到他被门拦住，忍不住笑了。你有本事进来，我告的是他偷了我的祖母绿项链，才不是嘿嘿。围墙虽高，但他也不是爬不进来。我又朝墙角一指，那里有个洞，你也可以试试。陆然声音激动，你一个图书管理员，哪来的钱买祖母绿项链？撒谎也要有个度。他深呼吸，放过曾安，我们的婚照节，我是你能够到的最好的阶层了，你别不识好歹。我死死盯着他，如果我说不呢？陆然冷笑，掏出手机展示了好几张照片，这是我们恋爱期间我为你花的钱，再扣去你给我花的，你总共要还我10.05万，扣去零头，刚好10万。跟曾安要赔你的差不多了，签了这个，你和他的过错一笔勾销。他的手机屏幕拉到最亮，所有付款记录一清二楚。我气得想哭，怎么会有这么恶心的人？我怎么会喜欢上这么恶心的人？我向他狠狠砸去手头上的书，还脱下拖鞋砸过去，给我滚！陆然躲开，破口大骂，别以为撒泼就有用，我给你3天时间。没等到3天，曾安出手了，他把在陆然家里拍我对着猫笼哭的视频发到网上，掐头去尾，黑白颠倒，看不懂所谓的猫奴。他们对父母有这么孝顺吗？我哥猫毛过敏到要死了，他还不肯把猫送走，是不是要等我哥死了他才安心？评论区一下子炸了。不是我说，养宠物又不是养祖宗，付出是相互的，宠物哪有人重要？要我说，就是吃太饱了撑的。我给你出主意，偷偷把门打开，
就说猫自己跑掉的，没有前因后果，不随便评价。既然养了，就要好好负责呀，要不然找领养吧。他给我的脸打了马赛克，但只是很浅一层，于是很快就有人扒出来我的工作地方、我的名字、我的家。幸好我早已搬离了那里，我的照片被传得沸沸扬扬，连实线他们都知道了。实线发来信息，需要我帮忙吗？我摇摇头，我自己来。我雇了人把陆然上我家偷猫的监控视频，还有在我家别墅门口叫我还钱的监控视频都剪辑好，还加上花字，钱给到位。对方还帮我调了速度，2段视频简短有力，在网上不停地鬼畜播放。陆然因此被叫做偷猫哥、账单哥，甚至还上了热门，舆论彻底反转。不仅如此，我还把我这么些年和他的聊天记录都发在了网上，其中包括曾安刚进他单位头2个月，他跟我的吐槽：这么蠢都不知道怎么考进来的，靠睡，对着 X 鱼那么胖的人他都笑得出来，好傻，被敬酒不会找借口的吗？这恶心的职场霸凌。我们单位又不用化妆，这小孩天天化妆，就不知道偷个懒吗？后来他渐渐的就不说了，觉得被爱，是因为我从来没查过他的手机。现在看这些对话，才发现其实他对曾安真的很在意。我还雇了跑腿的，送了数百份奶茶到他们的单位，雇了个 rapper 把他让我还钱。偷我项链的始末编成简短有力的 freestyle， 让跑腿小哥送出一杯奶茶就念一句。听说当天他们单位门口水泄不通，八卦谁不爱听啊？陆然打电话跟我求饶是1天后，嘴里的恶毒昭然若揭。我这2年晋升都无望了，你满意了？阮元，凡事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你瞒着我你的家庭情况，你又是什么好东西？捞女贱人！我按了静音，他骂了大概半个小时，发现我始终没搭理他，灰溜溜地挂断了电话。施离发了个长达5分钟的哈哈哈哈过来，缓过气来才说，这次热门还是实线哥买的哦。他搞不懂这些，还专门打电话跟我请教。我内心涌起一阵暖流，没想到在网上认识的陌生人对我这么好，失去一个渣男前任，得到一群好朋友，怎么算都不亏。没过多久，曾安给我打来了一笔赔偿，10万块，不多不少。法庭上没等到他出现，却收到了他的赔款，我很是意外。不仅如此，他还约我见面，鼻青脸肿。与之前完全形同2人的曾安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呼吸一滞。曾安自嘲道：他打的，你现在看到我这样很开心吧？我皱了皱眉，你不会好好说话的话，我现在立刻就走。曾安微微张了张嘴，低下头，肩膀耷拉，对不起。不过他咧了咧嘴，如同小丑般的针线扯开他的嘴角，十分狰狞可怖。我也把他送进去了。无期，我一头雾水。他和陆然最多算情侣，家暴能判无期。他看出了我的疑惑，点开手机转过来让我看，有下列间谍行为之一：危害国家安全的，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；情节较轻的，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。另外，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，可以判处死刑。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这离我的生活也太远了。但想想也不是没有可能。虽然他的确年轻有为，事业有成，但是一口气拿出300万全款买房的时候，我都有些惊讶。我甚至以为这真的是他母亲省吃俭用存了30年的。一开始我看到你发的聊天记录，太想知道他到底是怎么看我的。然后我发现
他手机里有很多单位的照片，不是什么涉密文件，就是一些建筑、一些电线杆之类的平常普通的照片，他都好好的收藏在相册里。我后面越来越觉得不对劲，然后我就被发现了，就被打成这样，彻底毁容。当然，我怕他会减刑，他要找我报仇也不是没可能的，所以我要走了。曾安絮絮叨叨说了很多，我大约懂了，是因为他被陆然拳头相向，才知道他对我的猫做出的事情有多过分。刀不刺在自己身上，人是不知道有多疼的。我只是回之以沉默，说要原谅，我做不到，好自为之，各自珍重吧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